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武汉房价一跌再跌，房产中介被逼急了。从这周开始，武汉楼市的待售二手房数量不再对外展示，降价明显而成交量却越来越低。武汉出台多政策救市，对比中国10大城市，深圳的跌幅最大。武汉此前不断降低房贷利率，但二手房成交量却依旧不及预期，大部分时间成交量都不到100套。据统计，武汉楼市之前的待售二手房数量达到了12万9千多套，接近13万套。这么大库存量，一天才只能卖出去100套二手房，成交量过低。对比武汉的房租来看，租金回报率也过低。如武汉阳光城一区，房价5万多一平，而房租连40块钱一平都不到。因此，在高房价时，购入房子的炒房客们近期不但无法将房子卖出去，甚至连出租也是损失惨重。根据数据显示，武汉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房均无成交，销售价格视为没有变动，同2月份一样。武汉市环比数据再次为0。但从统计局发布的指数中同比数据来看，武汉市自2021年3月到2022年2月期间，新房价格上涨9.5%，较2月份相比回落0.8%。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全国100个城市新房和二手房均价均环比下跌，并且下跌城市数量均有增加。其中，二手房均价跌幅扩大，10大城市中，深圳二手房均价跌幅最大。另外，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多个省会城市新房均价每平方米不到1万元。业内人士认为，受二手房成交参考价等政策叠加影响，深圳二手房市场持续低迷，市场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展望2022年，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实现3稳目标下，各地方政府预计将进一步落实因城施策，部分市场降温过快的城市或将加快扶持类政策的出台。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全国100个城市新房均价为1.62万元每平方米，环比下跌0.02%，跌幅较11月收窄0.02个百分点。二手房均价为1.6万元每平方米，环比下跌0.09%，跌幅较11月扩大0.01个百分点。从涨跌城市个数看，房价下跌城市数量增加。新房方面，39个城市环比上涨，58个城市环比下跌，3个城市与上月持平，下跌城市数量较11月增加5个。二手房方面，27个城市环比上涨，71个城市环比下跌，2个城市与上月持平，下跌城市数量较11月增加3个。中指研究院指出，新房价格方面，除珠三角环比微涨外，其余各主要城市群房价环比均下跌。具体来看，徐州、扬州和长沙环比分别上涨0.79%、0.76%和0.51%，廊坊环比跌幅较大，为0.76%，太原、三亚环比均下跌0.69%。二手房价格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受昆山、杭州等城市带动市场有所恢复，环比由跌转涨，其他主要城市群仍继续下跌。泉州、昆山等6个城市环比涨幅超过0.5%，其中泉州最高为0.82%，南通和湘潭2城市环比跌幅超过1.0%，保定、唐山等17个城市跌幅在0.5%至1.0%之间。具体来看，新房方面，广州、武汉均价环比分别上涨0.38%、0.16%，重庆主城区、天津、深圳和南京环比涨幅均在0.1%内，其中深圳、南京涨幅最小，均为0.05%。下跌城市中，上海环比下跌0.17%，成都、杭州、北京跌幅则均在0.1%以内，其中北京环比下跌0.03%，跌幅最小。对于深圳二手房价跌幅最大的原因，中指研究院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二手房成交参考价等政策叠加影响，深圳二手房市场持续低迷，市场进入深度调整阶段。2021年，深圳二手房成交量除11月出现短暂回升外，其他各月持续下滑，表明购房者入市信心不足，市场观望情绪仍然较重，价格进一步向下调整的压力较大。12月，深圳二手住宅价格环比进一步下跌。从4个一线城市的新房均价来看，2021年12月，北京为4.43万元每平方米，
上海为5.15万元每平方米，广州为2.43万元每平方米，深圳为5.42万元每平方米。从4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均价来看，2021年12月，北京为7.34万元每平方米，上海为6.23万元每平方米，广州为3.85万元每平方米，深圳为7.52万元每平方米。从全国100个城市来看，2021年12月，新房均价每平方米不到1万元的有50个，其中包括多个省会城市。此前，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分析了2021年前11个月全国31省份的房地产行情，多项房地产相关指标显示，黑龙江、吉林普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其中黑龙江房价跌幅最大，为10%，吉林房价跌幅7%，与青海并列第二。为提振市场信心，近期吉林在全省层面提出购房支持政策。2021年12月22日，吉林省发改委官网发布了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新闻发布会实录。实录中，吉林省发改委主任李国强表示，明年要推动房地产市场运行再稳健一点，包括鼓励和引导各市县开展购房补贴和贷款提息工作，支持农民进城购房。长春市落实好重点高校毕业生安家费以及国家级领军人才购房补贴政策，提高进城农民购房补贴标准，有关支持政策有效期延长至2022年6月30日等内容。此外，哈尔滨、沈阳也出台了购房支持政策，其中哈尔滨对符合条件人才购首套房发放购房补贴，最高可获10万元，增加公积金广度，放宽二手房公积金贷款房龄年限至30年。沈阳提高人才首套购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给予首套商品房人才购房补贴。另外，当前部分省会城市逐渐在进行放松，包括此前的郑州、哈尔滨、福州等政策都说明省会城市压力也较大。类似放松对于所在省份的市场预期转变是有积极影响的。其中，限购政策的放松是当前政策的一大亮点。就近期4月份的情况看，包括衢州、秦皇岛、兰州等都有各类放松的动作，预计后续限购放松的城市数量会继续增加。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指出，2022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支持合理住房需求释放，各地政府落实因城施策、供需两端政策优化调整力度均有所加大。据不完全统计，1季度60余城发布房地产相关政策超100字，主要涉及针对性放松限购政策、降低首付比例、发放购房补贴、降低房贷利率、取消限售、为房企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其中，3月郑州落实中央要求，出台涉及范围最广、政策力度最大的19条新政。3月底，福州放松限购，哈尔滨取消限售。4月1日，3城发布放松楼市政策，涉及限购、限售等方面，整体政策放松力度加大，速度加快。政府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加强政策扶持，积极救市。2022楼市研判系列1到5期的观点预测发表后，后市表现和政策已给出部分印证。上周，武汉降低房贷利率，首套房商贷利率最低降至5.2%，二套房商贷利率最低降至5.4%。这只是今年武汉楼市新政的开胃菜。2022楼市研判5说过，武汉楼市大招大概率是本月出台，但如果涉及与上层金融系统沟通，则可能推迟到下月出台。从目前迹象看，出台时间已经非常接近。有关方面对新政高度重视，新政的制定者已经超出了单个职能部门。稳定楼市已经迫在眉睫，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方面，还是从宏观经济或具体行业角度，稳定楼市已经具有高度的紧迫性、必要性，以及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和宽松的政策环境、舆论环境支持做大招。今年武汉楼市新政，除了人才政策、降低房贷利率、降低交易税费大方向外，大概率会从为支持人才与产业导入，放开部分限购区域，以投亲养老等方式变相支持家庭第三套购房资格，降低首付，寻求突破。购房者只看到局部楼盘的涨跌，个别房企的负面新闻是不足以让人看懂楼市的，必须要跳出单个楼盘、单次买卖的局限，具有大局思维，才能看懂当前楼市，才能做出相对稳妥的影响家庭深远利益的置业决策。此外，房价不断下跌却无法大量刺激购买率，也有几点明显的原因。首先是疫情过后，广大家庭收入普遍降低，
在所有开支中，购房开支成为被首要削减或延缓的消费预算项目。其次，一些观望者认为，房地产横盘已久，已经逐步丧失金融属性，不具备保值增值的良好属性，流通性能下滑，导致购买欲望下降，观望情绪加重。再者，所有购房群体中，处于两端的购房者遇到的障碍各不相同。绝对刚需客是希望地段越核心越好，但价格支付能力上却捉襟见肘，小几百元的单价差都会让交易止步。面对楼市目前存在的困难，地方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出台政策维护市场稳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去年年底至今，高层传达的基本全是放缓、放开的基调，这就给了地方较大的操作可能性，无论是在金融支持上，还是在舆论环境上，或是在操作空间上，都形成了有利条件。因此，有能力以及有刚需，这还是可以看准时机入手的。本期视频就到这了，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请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